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龙泉君盛。本期视频的主题是 DCA 传统定投策略正在悄悄吃掉你的本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麻烦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吧。我们先聊一下我们都熟悉的 DCA 传统定投。很多人接触理财，第一个学会的就是 DCA， 也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。它的逻辑很简单，通过每期金额不变的固定投入，主动 DCA 者呢是自己去严格执行购买策略，被动 DCA 呢可能就是绑定账户进行扣款，通过低价多买、高价少买的策略摊薄成本。周期的选择，比如说我固定每一周三去花100美元购买 Bitcoin， 那么这一周三买了以后，我下周三还要进行100美元的去进行购买 Bitcoin， 长此往复。当然这个定的时间我们可以是每个月的1号，可以是每一年的1号。这样的策略呢就可以让我们降低择时的风险，并且可以让我们有效管理好投资的情绪，资金门槛也非常友好，操作简单省时。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常看盘的朋友来说，定时买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策略。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条不同劣势。首先，单边上的收益远远逊色于一次性的投入。如果说我们在上涨周期购买一些优质资产，那我们每天 DCA 购买的话，我们的成本会每天都在抬高，这也是它的劣势之一。那么如果说我们 DCA 的频次比较高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叠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的交易所，我们每购买一单它都有滑点，或者说我们每卖一单它都有滑点，所以这就构成了一笔手续费。当然小资金玩家的话，可能手续费也相对比较少。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无法规避资产长期下跌的风险。什么意思？DCA 的策略只适用于优质资产，记住，只适用于优质资产。什么是优质资产？长期拉长均线、拉长时间线来看，它是不断上涨的，这种资产才适合 DCA。如果说你定投山寨币，那么在这轮牛市，你可能，对吧 ？OK， 第四点就是缺乏灵活的止盈和止损机制。止损好理解，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，如果一个资产长期下跌的话，你第一个克服不了的就是自己的资金，因为我们作为散户不是无限子弹，我们可能普通上班族，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块钱拿出来投资，对吧？学生党可能拿出来投资钱就是平时兼职或者说零花钱，对吧？他们的资金是有限的。但是有限的资金应对长期下跌的风险的话，相当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自杀行为，所以它的止损机制是非常有问题的。止盈就是比如说何时卖，当然长期 DCA 是看好一个长期资产的话，它可能卖不会太早，所以这个止盈它是不是很明确的 ？OK， 那么我今天这条视频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不是让大家抛弃 DCA 的这个策略，而是坚持 DCA。特别是对于普通散户来说，我们一定要执行 DCA 的策略。但是对于这种传统 DCA， 它已经过时了。就比如说这一轮的牛市，大家都很痛苦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要去把这个 DCA 定投的策略进行改良。怎么改良呢？我这里就搬用了短线交易者常规使用的2个方法。一个是知足互换线，一个是订单块。当然你可能是新手可能对两者的概念非常的模糊，甚至是不清楚。没关系，我们一步步来。首先我们来看知足互换线。知足互换线就是筹码供需反转的价格记忆线，它的逻辑也很简单，阻力有时候会变成支撑，支撑有时候也会变成阻力。一会儿我们会通过盘面去进行一个分析。它的用法呢，就是通过收盘确认价确认，然后加成交量，再加触碰次数，再加大周期。
适用的场景是多市场、多时间框架。优势非常，它能确定明确的拐点，并且盈亏比相对比较高，规则清晰。这个劣势对于长期 DCA 的用户来说，散户来说是可以忽略的，因为我们依赖的就是大周期嘛。但是对于短线合约赌博仔来说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劣势。第二个就是 order block 订单块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机构资金集中成交区，就是趋势前的一个蓄能区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懵逼，没关系，我们一会儿我会给你仔细的一步步讲清楚。它的逻辑也很简单，机构分批建仓、减仓留下来的价格足迹，相当于就是马脚、小马脚。每一次拉盘或者每一次暴跌，它都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信号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买入或者卖出的一个进场点，或者是出场点。用法要点：入场时机、回踩区域，那么再加反转信号就是我们的入场点，也就是我们每次 DCA 的一个入场点。止损设置也很简单，我们如果超出了这个 order block 的区间的话，我们就强制止损。过滤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叠加一些 FVG、BOS、LJ 等指标去进行一个过滤。很懵逼对不对？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也很懵逼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接下来会一步步带你去进行一个了解。它的优势就是贴合资金、机构资金，明确资主，简化角色。劣势也是相对于短线交易者来说一招假突破、低流动性、滑点等需要长期复盘。但是对于我们长期 DCA 的中长期的散户来说，这两点工具无疑就是利剑，就是屠龙刀吧，就适合我们能让我们长期在这个市场生存下去的一个保命符。OK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什么是自主互换线，什么是 order block。OK， 我们来看，我用的这个软件呢，就是 TradingView。TradingView 是比较好用的一个软件。然后我们现在来 Bitcoin 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自主互换线。你看这里是有4条大大小小的蓝色线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详细来看一下。第一条，自主互换核心要点：支撑变阻力，阻力变支撑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一条线，这是在上一轮熊市的时候。可能 Bitcoin 最低跌到15000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来看我换的这一条呢，插针向下收回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位置插针向上收回，那么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买区，对吧？强有力的买区 ，OK， 我们就在这个针下面定了一根支撑线，对吧？因为它这根阴线下来跌到这根直线，就迅速的反弹上去。我们现在是看的是1天的周期啊，迅速的反弹上去以后走了一轮，对吧？走了一个多头上涨趋势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就把这里定成一个支撑线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时候买 ？OK， 当它再次回到这个支撑线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买入时间。那么你会说，跌到这里，后面又跌下去了，怎么办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一个长期的定投散户，这种亏损对于我们来说是可能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。比如说可能从17000跌到最低的15000，当然你每一次定投都不是 all in 我不鼓励 all in， 每一次的 all in 都不能让你能变成常胜将军。所以在这个点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第一笔定投。比如说我的总资金有$10000，那么在这里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进入$1000，来去进行这个第一次的定投。 OK， 好，这根线还在的，它还是有用的。 OK， 那跌到这里跌穿了，收回对吧？我们如果说是12月的观察者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走下来跌了，然后回踩了这里，对不对？回踩了这里有个支撑线，对吧？一次回踩，2次回踩，对吧？确认了它就是回踩，
OK，其实在这里定投了以后，它这里反抽回来，我们一样可以把这里定为支撑线。你看，在它下一个这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第二次的定投时间，能理解吗？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定的支撑线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猜测，当然是暧昧的揣测，暧昧的揣测是它跌到这根线的时候，它下面的强有力的买区能让它收针回去并进行反弹，但是市场给了不一样的答案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这个买区它是有利的，只不过暂时来说它是被卖方控制了市场，所以它进行了一轮下跌。OK， 下跌以后我们别慌，因为我们是 DCA 不是合约仔，所以我们等它反弹以后，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支撑线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支撑线也可以作为我们二次定投的一个时间线。确定了这根支撑线后，好，我们看迅速回收，然后但是呢遇到这个自主互换嘛，这根本来就是支撑线，但是它跌穿了以后，它变成了阻力，能明白自主互换线的作用了吗？你看，在这里是一个支撑线，它这里跌穿了以后，跌破了以后，那么这根线就成了阻力，OK， 它这里遇到支撑回弹上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实体，什么是实体？就是这根 K 棒，它收线收 K 棒是收在这根线下面的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自主互换线。当然如果你要做合约的话，这里小资金、小仓位、低倍杠杆，这里是可以做空一笔的。OK， 然后它，对吧？如我们所料，下跌到这里，这里买区支撑线嘛，反弹，所以再次证明这个支撑线是有用的。你怎么去证明一个支撑线有没有用？如果它触碰到一个支撑线2次以上的话，那么这个支撑线是有效的。OK， 我们再来看啊，15000最低点，这个是我们二次买入的点哈，记住啊，我们第一次是在这里买入，第二次是在这里买入，好。那么这根线还在啦，两根线都还在哈。触碰到这根线以后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价格行为，自主互换无法突破，对吧？你看收了一个长十字线、长上影线的十字星，无法突破这根线 ，OK， 它又再次下跌。我们期望的是什么？我们期望的就是它能再次跌到这里，给我们第3次加仓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可惜没有，对吧？可惜没有 ，OK， 那也没关系，那它在这里一直游走吧。一直游走，好，进行了一个突破，好，突破了这条线，那么这条线就变成了一个支撑线，支撑线以后，我们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回到这根支撑线，没有了，就是这2次的定投机会让我们拿到了最低的筹码，那么目前来说，我们是花费了如果说有$10,000的话，我们是花了$2000去拿到了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均价16000的 Bitcoin。对吧？我觉得可能如果涨到现在9万、8.9万嘛，我觉得是已经$2000的话是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收益了。如果说你想把资金，因为你如果可能每个月你都有去资金的话，那么其实你可以在一些别的一些位置加仓，因为上面还有很多的位置嘛，我们一会儿再看。你比如说在这里看到了吗？这里遇阻下跌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讲的没错吧？遇阻下跌，看到了吗？这根线，因为我们是看后视镜，如果我们是在这样，在这个12月后的时间节点往前看，去确定我们的支撑线和阻力线。你看这里有个阻力线，对不对？阻力线 OK 掉下来，对吧 ？OK， 然后它突破了这条阻力线，所以这条阻力线变成了支撑线。支撑线它后面有没有回踩？我们等回踩，可能在这个17666的单价，我们挂个单，这个是要挂单的，就是挂单，我觉得是一个入门的技巧吧，可能你可以通过一些网上别的手段渠道去确定这个怎么挂单，就是你确定输入一个价格，对吧？然后就可以挂单了。OK， 那么这条线是阻力线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来看上穿到这里的时候，遇阻下跌，对不对？遇阻下跌，我们期盼的是什么？我们期盼的是不是它又要回到这个支撑线？因为这支撑线本来是阻力线嘛，对吧？本来是阻力线，然后它突破了以后，
进行了一个放量式的上涨，那么这个线就变成了支撑线。我们希望它遇阻以后下来这里，可惜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关系，它短暂盘整后突破以后呢，它回踩了这个支撑线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3次进场的机会。第3次进场的机会就是我们花第3个1000美金进场机会，1万美金哦。我们总共的资金就是你看1、2、3，那么我们相对来说的成本就在这里18000的 BTC， 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18000的 BTC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进行了第2次投入，好，第3次投入，那么第4次投入是不是在这里呢？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第4次投入，因为它触碰到这根支撑线以后反弹，然后下跌，遇到这里，我们的预期暧昧的揣测是它通过这条线再次上涨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强有力的买区让它上涨嘛，对不对？它突破了这个趋势阻力线嘛，然后变成支撑线，这里有一个强有力的，下方有强有力的买盘，对吧 ？OK， 那么这个我们是第4笔的投入，那么现在我们总共的持仓成本是去到，我估计是在18000不到，19000不到，对吧？然后它就跌穿变成了一个阻力线，然后2天的盘整再次突破，说明它是一个假跌破，假跌破很正常。但是我们作为长期 DCA 的一个玩家来说，我们不用 care 它是不是真突破假突破，我们到线就买，这是第一个策略。你看短暂来说，我们已经花去了1笔、2笔、3笔、4笔，4000美金的一个投入，我们拿到了一个可能相对来说18000成本的一个比特币，对吧 ？OK， 往后的策略也是一样，你看支撑线看到了吗？其实这个线不用画的太规整，你哪怕说靠近这个线，你也可以进行一个购买。你看这里遇阻下跌，对不对？形成阻力线，突破，这里突破形成支撑线，回踩这个线支撑，我们在这里进行我们第5次投入，第5次投入 OK 上升回踩，这里是我们第6次投入。我们总共策略第6次投入的话，我们已经可以拿到了2万左右成本的一个比特币，6次投入已经占我们1万美金的60%了。作为 DCA 玩家来说，我是不鼓励 all in 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持仓还有我们的资金账户比例应该是6:4，或者说7:3。我们永远要有现金拿在手上，以防黑天鹅的出现。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吧。那么这6次的投入，我们已经拿到了2万成本的比特币，对吧 ？OK， 就是接下来迎接属于我们的长期大牛市，9万，2万变成9万，大概翻了4点多倍吧，对吧？那么这就是我 DCA 结合这个自主互换线的一个策略所拿到一个结果。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传统的一个 DCA 策略，每天买，对吧？那么它的持仓成本肯定是比我们高的，可能它的成本是去到4万、5万、6万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成本是2万哦，相对是比较低的，对于传统 DCA 策略来说是会比它低拿到一个成本，能明白我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你要说，那么，龙泉金顺，我是这个今年才入圈的新伙伴，那我要在哪里进行一个 DCA 啊？很简单，我们来看，重新来看哈，我把所有线删掉。OK， 来看，你看嘛，知主互换，什么叫知主互换？阴阳结合，知主互换。看，这里是不是有个短暂的高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这里是不是？这是上轮牛市的顶点哦。我们也这里画一下。OK， 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买区在哪里了吗？看到了吧？知主互换，它在这里，阻力下跌，上升突破，主线变成支撑线，支撑线上升回踩支撑线，回踩支撑线进一轮上升下降 OK，
下降到这里，你在这里买吗？你要在这里买 ，OK。如果你说持仓，长时间持仓不卖的话，因为比特币我预期是未来会，可能5到10年未来会涨到100万美金一颗，那么你现在9万的成本 ，we are so early，同样是这样的 ，OK。但是如果你是资金有限的一个散户的话，这个区间就是你的买区，所以我现在认为现在买，如果你是资金比较少的，现在买还太早了，我们需要等待它进行新一轮的一个下跌，新一轮的下跌跌到这里，这是我一个预期的一个看法，预期的看法就是跌到73000是本轮牛市可能来说最低的低点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等不到，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还有保险策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支主互换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支撑阻力？这里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支主互换线呢是可以通过多条线去确认，因为它们很多时候都会产生一个阻力啊，你看这里有阻力，这里有阻力，对吧？有阻力，有阻力，有阻力啊，支撑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强支撑，看到没有 ？OK，支撑，支撑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下跌到这里，因为我们是定投啊，定投你不是一次性全买完，你可以1万美金，你可以分10次买。你看，如果你是今年进场的话，你这里可以买一笔啊，这里可以买一笔啊，对吧？这里可以买一笔，对不对？OK，然后这里可以买一笔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平均的持仓成本是大概9万多而已，那么你就等到它跌到这里的话，你再进行一个购买就 OK 了，就可以完全的降低你的持仓成本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进到市场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进到市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的，不是来玩的，不是来说我每天定投普通定投，然后它就会，如果说如果你非常不好彩，你每次都买在高点。比如说你上轮牛市买在这不卖 ，OK，中间这里错过了啊，这里你是又买在高点又错过了，哪怕说你买在高点，然后买在高点以后，这一轮的长时间的下跌，你能不能耐得住性子？不断低歇的话，你最多只是把自己的成本拉低而已。你可能低歇到这里，那你成本你不是一半哦，因为你在这里100美金、100美金、100美金、100美金的买入的话，你的成本会高于它的平均值，也就是说你在这里，你内心能不能扛得住？OK，你能扛得住，那其实还是可以坚持传统的 DCA 的。就是我这一套的逻辑，就是让大家更方便的去看清楚如何就是在市场中长期的活下来。OK，本期可能太长时间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讲order block，order block 也是很相对来新手来说的话，它可能会很复杂，但是大家可以保存这张图，截图一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讲一下这个 order block。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可能这一期视频相对来说比较干吧，但是我觉得我传播的知识对大家是非常有用的。如果你能把这一套逻辑能学会的话，至少能让你在这个市场存活多一段时间。OK，我的初心也是这样子。好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